老龄化人口规模日益增长，也给美国的银发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在美国年收入超过20万美元的人，有 60% 年龄在50岁以上。麦肯锡公司的一份调查显示，在未来15年里，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将推动北美消费增长 45% 以上。另外，美国财政部长耶伦称，很可能强制执行俄油价格上限，但分析师认为难度很大，且美国要顾虑的地方很多。最后，我们观察到雪佛龙公司关闭了以色列一个天然气田的生产，可能会令东地中海地区的供应减少。欧洲基准天然气合约一度飙升近 20%， 创下7周来最大涨幅。那是否代表通胀又悬了？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财经老师说，带您用宏观经济解读世界金融市场。如果您也有不动产买卖相关问题，以及股市投资经验的看法分享，都欢迎留言或私讯我们。另外，我会不定期在社群贴文分享近期不错的房产物件和值得注意的类股以及投资个股。如果您也喜欢这样的内容，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这样才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通知哦。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节目吧。为什么随着美联储加息，美国消费者支出却仍然表现得如此强劲？一个重要但鲜为人知的原因是消费者正在变老，老年人消费支出增长更快。根据人口普查局的数据，截至今年8月份，美国 17.7% 的人口年龄在65岁或以上，这是自1920年以来的最高比例，比2010年的 13% 大幅上升。经济分析协会首席经济学家苏珊·斯特恩表示，这些消费者将在未来1年发挥重要作用。根据劳工部9月份发布的消费者支出调查，65岁及以上的美国人去年占支出的 22%， 是自1972年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比例，高于2010年的 15%。 这背后的原因是为什么呢？老年人不仅数量更多，与其他年龄段的消费者相比，他们的财务状况也相对健康，因为他们很少需要借贷，面临裁员的风险也较小，这使得老年人成为不可忽视的消费力量。首先，老年人本来就更有钱，他们拥有相对雄厚的财富。根据美联储的数据，70岁及以上的美国人目前拥有近 26% 的家庭财富，这是自1989年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而且今年1月份，退休人员的社会保障金生活费用调整幅度也达到了 8.7%， 这是自1981年以来最大的单年增幅，并且还进行了自动调整，以抵消去年最高 9.1% 的通胀的影响。这使老年人免受通胀和高利率的双重祸害。由于大多数人已经退休，就算未来几个季度失业率上升，老年人的支出也不太容易受到影响。第二，老年人的消费者债务较少，没有学生贷款，并且已经还清房贷的可能性更大。与新世代和千禧一代年轻人相比，老年人也不太可能因家庭扩大或新工作而需要搬家，从而免受住房成本上涨的影响。第三，老年人数量的增加也放大他们的整体消费金额，婴儿潮一代的人数异常庞大，其中最年轻的只有59岁，他们即将迎来退休年龄。尽管经济学家仍然认为明年经济衰退的可能性相对较高，但亚德尼研究公司总裁埃德亚德尼持有不同意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根据美联储的计算，仅婴儿潮一代就积累了 77.1万亿美元的财富。他说，消费者耗尽疫情期间储蓄的理论存在一个77万亿美元的漏洞。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很可能采取措施，强制执行美国等 G7 国家对俄罗斯石油施加的60美元每桶价格上限。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及其盟国对俄油实施价格上限，旨在阻止莫斯科从燃料销售中获得更多收入，从而破坏其战争资金来源，但同时又能让其保持高出口量，以免国际石油价格飙升。但在过去连续几周，俄罗斯成功以高于60美元每桶的价格销售原油，基准价格在9月下旬升至每桶85美元，柴油等成品油价格也已升至价格上限之上。耶伦向《华尔街日报》表示，我们正在非常仔细地考虑执行情况，希望确保市场参与者意识到我们认真对待这个价格上限，而且就其使用的西方服务而言，我们严肃对待遵守价格上限。但是耶伦并没有提及具体的强制执行措施。
对西方的银行、保险公司和贸易商来说，只有在俄油价格低于上限时，他们才能处理交易或承保俄罗斯石油，否则将面临美国及其盟国的惩罚。一些分析师怀疑，如果平均价格已经远高于$60每桶，许多西方公司可能并没有真的在遵守规则。不过到目前为止，美国及其盟国尚未公开惩罚任何违反制裁的公司。据分析，美国官员担心，如果执行得过于严厉，会切断俄油的主要供应商，并加剧全球通胀。毕竟俄罗斯是世界最大石油生产国之一，今年夏天全球油价大幅上涨，已经给美国保持全球能源市场稳定的目标带来了压力，强制执行面临严峻挑战。另外，虽然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俄罗斯建立了自己的航运基础设施来销售石油，使出口商能够规避价格上限，但其大部分原油和石油产品仍然在西方企业的帮助下出售。如果强制执行，受牵连的企业可不少。根据能源与清洁空气研究中心智库的数据，截至10月1日当周，俄罗斯出口了约合46.8亿美元的化石燃料，其中37%通过欧洲或七国集团拥有或承保的船舶运输。乌拉尔石油价格的上涨已经削弱了价格上限，一是抑制俄罗斯石油销售收入。俄罗斯预算数据显示，尽管1月至9月的石油和天然气收入同比下降 34.5%， 但由于俄油价格上涨以及卢布贬值，9月能源收入仍增长了 15%。 美国、欧盟及其盟国基本上禁止进口俄罗斯石油，迫使俄罗斯将石油进一步运送给买家，其中许多买家在印度。不过，即使俄罗斯油价上涨，美国官员仍然认为价格上限是成功的。他们说，俄罗斯不得不投入大量资源购置油轮，并购买替代形式的保险，从而减少了其可用于俄乌冲突的资金。耶伦表示，俄罗斯的净收益太大，低于他们从石油中获得的价格。周一，伴随着冬天的临近，欧洲能源价格再度大涨。这次引发欧洲天然气价格飙升的并不是俄乌冲突，而是巴以冲突。重要能源价格的再度上涨为通胀增添了不确定性。应以色列政府的要求，雪佛龙公司关闭了以色列一个天然气田的生产，这可能会令东地中海地区的供应减少。在哈马斯周末发动袭击后，以色列政府以安全担忧为由，要求雪佛龙关闭特马尔海上天然气平台的生产。雪佛龙表示，公司仍在从利维坦气田向以色列及该地区的客户供气。该公司通过电邮发送声明，说我们的第一要务是员工公司运营所在社区、环境和设施的安全。特马尔位于以色列专属经济区，海法以西约50英里处的海域。它每天生产约710万至850万立方米的天然气。在2009年被发现时，特马尔是东地中海黎凡特盆地最大的天然气油田，这使其成为哈马斯的重要目标。分析称，埃及计划在本月欧洲冬季到来之前恢复液化天然气的出口。特马尔的关闭可能会导致后续发货量减少甚至延误。10月9日周一，投资者关注巴以冲突对以色列重要天然气田的影响。由于担忧供给，欧洲天然气价格大涨，美国天然气价格也跟随上涨。财经金融博客 Sarah Hedge 点评称，世界最不需要的就是北半球冬季到来之前另一条天然气管道被炸毁。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分享到这里。你也喜欢用宏观经济看全球投资的机会吗？如果你也喜欢这样的内容，记得帮我点赞以及订阅分享， YouTube 的大数据就会再推荐类似的影片给你哦。那我们下一支影片见了，拜拜。